aufzeichnen 了。好，对了，好，那就好了。那你们开始吧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先分享一下荧幕哦，我看看。你的这个镜头怎么这么仙呢？看上去笼罩了一层雾气来的。对，好，看得到我的荧幕吗？好，各位同学，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那个圣经故事是跟耶稣有关的，主题是海边的早餐。好，我们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好，大卫举手了。是个桥。是桥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桥？知道吗？很高的。很高的桥。还有呢？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拱桥？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桥叫做拱桥？没有听过。为什么叫拱桥呢？因为它是下面这样圆圆的，然后它桥是这样子上去的啊，这样子上去的，把它整个这样拱起来，所以它叫做拱桥。拱桥，我们做拱桥，你知道很神奇哦。如果要做拱桥，其实不需要什么钉子啊，而且你可以在家做实验。待会我主日学结束之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全部都会做。今天要教你们这个。给你们看哦，你只要有几条那个木条，还是你在家可以用筷子。等一下下课之后，你们可以拿筷子来试试看。哎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它有很多木条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很多木条，它这个都是用木条一根一根的把它排起来，哎，下面就拱起来了啊，一直拱，一直拱，拱到后面呢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座桥啊，有没有看到它的下面？这个桥的最底下就是像刚刚那个样子，它就是几条木条，把它这样子，卡进去，一个一个卡进去，哎，就把它撑起来。撑起来之后，上面再把它弄成那个，用那个木板把它铺起来，就可以做成一个桥。那你过河拆桥，就是你过了之后再把它全部拆掉，每一根木条再把它拆掉。等你要过桥的时候呢，哎。再把它一个一个再拼起来，又是一座桥了。这个有没有很神奇？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？有没有人会做？有没有人爸爸妈妈还是老师有在学校教你们做过这个桥？没有，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今天会教你们。我妈买过一次这种类似的东西给我玩，动脑子的。是，好。但是待会我会教你们哦，跟你们讲，待会你们结束之后啊，先问妈妈可不可以？好，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把那个筷子借来用一下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但是我在教你们做这个桥之前，我要先问你们几个问题。好，来，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曾经做手工，还是玩玩具玩到不想吃饭睡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除了不想睡觉，我有不想睡觉过，但没有不想吃饭。就是一直玩，玩到都没有心情，爸爸妈妈叫你吃饭不想来，叫你上床睡觉还偷偷的爬起来。我是想吃饭的，但睡觉不想睡。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也玩玩具，除非我姐姐逼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有没有人曾经做手工还是玩玩具，玩到都不想吃饭不想睡觉，一直就是要很好玩，一直要玩，有没有？我有一边玩的就是我妈妈说晚饭我就不吃，我就说我不饿，然后我等一下睡觉，她就说没关系，我还在那里玩。她就睡觉的时候，我真的要睡觉，我妈妈逼着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就饿了。哦，所以你有试过哈？还有没有人有曾经有过这种经验？还是可能不是玩具，可能是读故事书，读到都不想吃饭。睡觉比较重要，还是把手工或玩具做得很好的成品更。对，我们进入第二题，你觉得吃饭睡觉比较重要，还是把手工或玩具做出很好的成品比较重要？都重要。来，我们来投票。睡觉和吃饭，你觉得？我说都重要，我说都重要。都重要，都重要，除了睡觉。吃饭睡觉重要的举手。好，放下，然后把玩具玩好，把手工做好比较重要的举手。
好，我们再举一次，来，吃饭睡觉比较重要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你觉得把玩具还是手工做出来比较重要的举手。好，好像大家都觉得吃饭睡觉比较重要，表示你们还没有玩到特别好的玩具，没有做到特别好的手工，让你那么想把它做完的，以至于都不想吃饭睡觉啊。好，那如果第3个问题，如果你的那个爸爸妈妈要你放下手上的手工啊，还是你的玩具，然后跟他们去做别的事情，你这玩的好开心哦，你会愿意吗？我会愿意，除非有奖励，就像今天，就像今天，我本来看的好好的电视，我爸妈就叫我出去帮他们做事儿，我同意，除非有奖励。哦，那其他人呢？我每次我爸爸还是妈妈叫我做个东西，我问我做什么东西，好玩的东西我在做，不好玩的东西我就待在那里就不走。所以要看看叫你去做什么事情，再决定去不去，是不是？那 Emily 呢 ？Emily 是不是要讲话？你刚刚讲话麦克风没有打开，没有要讲话。还有没有人要发表意见？薛有成，你要不要发表一下你的意见？薛有成怎么不见了？潜水去了？你去捕鱼吗？今天我们吃海边的早餐，你要到海里去捕鱼给我们吃吗？怎么就潜水了嘞？咦，谁潜水了？来，大卫，你呢？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要你放下手上的工作，然后去做别的事情，你会愿意吗？大卫，你的麦克风没有开。有时候，有时候没有。有时候怎么样？就是如果没有，就是如果我没有做东西的话，你先跟我说，你爸爸妈妈叫你去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你正在玩，你觉得你会因为玩什么东西而特别不想听他们的话？有时候是这样子的。有时候是这样的。但是好像也蛮长的，对不对？经常就是玩到一半叫出去干嘛干嘛，就是不想去。外面那么热，对不对？那个事情那么无聊，不想去，玩得正高兴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先进入圣经故事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个圣经故事哦。好，这个是在干嘛？这些人在干嘛？海边有一艘船啊，他们要划船出去捕鱼。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啊，耶稣曾经回到世上来，然后显给门徒看啊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又回来了，哈，他死里复活了。死里复活之后呢，然后他又离开。这时候呢，他的几个门徒有谁？有彼得，有多马，有拿但业，还有雅各和约翰啊，这几个人，他们就想说，现在耶稣走啦，我们的老师走啦，啊，他已经复活了，然后又不在我们身边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以前耶稣在的时候，他们就跟着老师啊，老师走到哪他们就跟。现在耶稣不在身边了，那他们去做什么呢？那彼得就说啦，彼得以前是一个捕鱼的渔夫，那他就说，那我去捕鱼好啦。他去捕鱼，然后其他的4个人就说，好啊，那我也一起去吧。他们就去捕鱼，你看他们就去坐了一艘船，上了船，然后他把船划到那个海中央，然后那边应该要去捕鱼了啊，回去做以前他们很熟悉的工作啊，捕鱼，然后呢，结果他们捕鱼捕了一个晚上，一直很辛苦的工作，他们不是去玩游戏的，不是玩捕鱼的游戏，是去工作啊，工作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一条鱼。一条鱼都没有啊！这时候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很饿了吧？工作了一个晚上，应该很饿，然后呢，很累哦，好辛苦。
而且更糟糕，这么辛苦都没有收获，哎，真糟糕。而且呢，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呢，鱼一条都没有，哎，好挫折啊，对不对？你再怎么样，你捕了一点鱼，你也很开心，结果一条都没有，很挫折啊。这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在岸上，你们觉得这个人是谁？好，这有一个人，他就在那边问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啊？”他们说没有。我们捕了1个晚上的鱼，一条都没有打到。好，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他们说：“啊，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你觉得他们这些捕鱼的人，他们会照做吗？会啊，他们就照做了。结果网撒下去，突然就那么多鱼，整个网一直拉，那么多鱼，哇，不可思议，一直拉。一直拉，哇，都是大鱼耶，那么大，太夸张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啦：“啊，是谁？是主耶稣，是主耶稣啊！”这是约翰说的，说这是主耶稣。彼得一听到是主耶稣，马上游泳上岸，从那个船上跳下去。哇，游，赶快游到岸边。你觉得彼得是不是很爱耶稣，还是为什么去找耶稣？汉汉，你觉得为什么彼得听到是耶稣就赶快游泳游过去呢？可能是因为他不敢相信吧。他想去看看是不是耶稣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很好奇，他想赶快去看看是不是耶稣。然后呢，过了不久，他们就把船靠到岸边了。岸边那个网里面有多少鱼？153条，都是大鱼，而且鱼多到这么多，网都没有破耶，好神奇哦！以前就是捕几条鱼就差不多了，太重网就破了，结果居然都没有事，而且那么多鱼，网就没有破碎。然后呢，等所有的人都下了船，来到了岸边。他们真的就遇见了耶稣耶稣。那耶稣在这里已经有炭火，他生了火，然后呢，他也有鱼。耶稣怎么有鱼？没有人帮他捕鱼，他自己就有鱼了耶！还有饼就给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你们是不是经常也觉得，如果你们玩游戏出去玩得很疯，然后肚子很饿的时候，这时候有人帮你准备了吃的，爸爸妈妈带你去郊游，玩得很累，爸爸妈妈把水果啊、面包啊、sandwich 啊，通通拿出来给你们吃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好快乐、好满足？是哈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个时候，他们来到耶稣身边耶稣就给他们吃的。而且你看，刚刚耶稣也帮助他们捕到那么多鱼，他们心里面是好快乐的，而且又见到耶稣，好棒哦。那这时候他们吃着早餐的时候，耶稣就问彼得彼得是刚刚带大家去捕鱼的那个人，他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是说你爱我是耶稣这里怎么多了一个箭头呢？耶稣，好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爱我，我就是耶稣，还是这些东西是早餐呢？有鱼。耶稣，因为是爱这些，有丰收。爱这些的话，没有爱耶稣得到的多。对，爱耶稣得到的多。还有呢？还有谁觉得？就算我爱了，如果我爱了耶稣，我不照样可以得到早餐或打鱼和收获吗？是你的答案真好。还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没有想法了。我的想法就是你爱耶稣，他也爱你，然后是为了你做的那个早餐像刚刚说的。那汉娜呢？汉娜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彼得会选什么？他会选耶稣，还是选早餐，还是说他打鱼有丰收，可以抓很多鱼？汉娜，你觉得彼得会选什么？
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彼得，是不是？尤汉娜呢？尤汉娜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彼得会选什么？会选耶稣。你会选耶稣是不是？那我看看 Lisa 呢 ？Lisa， 你觉得彼得会选什么？耶稣。也是选耶稣是不是？好，汉汉选的是耶稣，还有人打勾哈。啊，结果那彼得就说：“是的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。”然后呢，这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要喂养我的羊。”诶，我知道。诶，刚刚不是在打鱼吗？为什么又要我去喂羊？你觉得他们是想要？我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急，你听我说。你觉得耶稣是想要叫彼得不要当渔夫，去当牧羊人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？不是，我知道羊是什么意思。好，那你不可以告诉大家，你安静，你不可以告诉别人。我听过这个故事。好，你不可以告诉别人。来，我看看。在小班的时候就听过了。好，那我看看那个大卫，大卫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耶稣叫他要来喂养我的羊？我这边网络有点不太好，所以经常卡起来，知道吧？啊，白大卫。不知道。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来牧养他的羊，是叫他不要做渔夫了，去当。我知道什么意思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让我来说。你要等。薛有成，好，薛有成，为什么耶稣叫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？他本来是一个渔夫，为什么要去当牧羊人？为什么？这时候薛有成又去潜水了，他想要捕几条鱼给我们吃，他就往下降。妈妈，我觉得。然后 Lisa， 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耶稣叫他来牧养他的羊呢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来说。好 ，Lisa 在想，那匡大卫呢？匡大卫，你觉得呢？我要接个朋友。我听不见，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？我要接个朋友。哦，你要去接一个朋友哈，好。那个好，汉汉，你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？那些羊就是人类。不是羊，是人类。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他好好照顾我们这些人，因为他比我们大，他比我们强，他护着我们，所以我们对上帝来说是他的羊。他就是我们眼中的牧羊人。哦，所以要像牧师一样牧养我们这些人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叫彼得当一个像牧师一样的人来牧养这些羊，对不对？这些人，对不对？哈。然后呢，讲完之后，好，耶稣问了这个问题。耶稣刚刚问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”啊，让他选，你要选耶稣，还是选早餐，还是选打鱼有丰收啊？那他选的是耶稣啊，眼前吃饱了，下一顿又饿了。你看打鱼有丰收，可是你以后还会再有一样的这么多丰收吗？不知道啊。但是他选耶稣，选了耶稣之后，以后可能餐餐还有得吃，丰收还有机会。但是耶稣却问完之后，他已经选好了，耶稣却叫他说：“你要来喂养我的羊啊。”他听了之后，想一想，好。你觉得他听懂了吗？第一次问，你觉得他第一次问彼得，彼得听懂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们搞不清楚啊。这时候耶稣又转过头来，又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哎，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第二遍？他要问3遍的。他要问3遍，他又问第2遍：“你爱我吗？”然后。是的，主，我爱你。然后他又跟他说什么？你要牧养我的羊。哎，又叫他去牧羊。第一次本来想想，好，我去当牧羊人。第二次想想，哦，好，我去当牧羊人。这时候又来了第3次，
耶稣又你问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一共问了3次。之前我一共问了第一次3次在大班的时候听过这堂课。是，好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说是的，是不是？第3次，他就很忧愁。彼得听到这个同样的问题，问了他3次，他就很忧愁。你觉得他为什么忧愁？为什么彼得听了同样的问题，听了3次就觉得很忧愁？你觉得耶稣觉得他还没有真正的爱他吗？还是什么原因？想一想，为什么耶稣同样一个问题问了彼得3次，彼得就觉得很忧愁？因为他害怕。他觉得害怕，是不是？还是他？好，你说。就是如果你要问3次，这1次可能你就会说是好，我去当牧羊人。然后如果问3次的话呢，你就可能会有一点，你真的要去当一个牧羊人吗？他是说要当牧羊人，还是要当一个什么别的东西？好，我问你啊，如果说你现在在玩一个玩具，就像我之前跟你们讲的，好，你们玩一个玩具，玩得很开心啊，这时候你妈妈来叫你了，来跟我们去哪里哪里啊，帮忙去割草，到花园去割草。你第一次就说好的，我当然会去，可是你的屁股没有动，还在玩啊。这时候妈妈又来了啊。跟我们去帮忙割个草吧，花园整理整理吧。然后他这时候想去，人站起来了，眼睛还看着玩具，手上还拿着手工的东西，然后往前走了2步，又回来再拼个东西上去，心里面还在想着那个东西。这时候妈妈又来了，又问他第3次，走吧，跟我去花园整理花园，割割草。因为事不过3嘛，事不过3。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忧愁？其实我不知道忧愁什么意思。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，唉，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能够放下你手中的东西了吗？还是你真的可以去做那一件他叫你去做的事情了吗？当然了，当然啦，只不过事不过3嘛。Lisa 呢 ？Lisa 你觉得呢？如果有人叫你叫了3遍，Lisa，如果你的妈妈叫你叫了3遍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到第3遍还不是很想去，可是也必须去了。那我就跟我自己说，好吧，好吧，去啊。对，我问你，你的妈妈爱不爱你？有时哎呀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爱你，他会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对，有时候我调皮的时候，他就不喜欢我。他应该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对你很严格、很凶，因为这样你才会乖。他不是因为不喜欢你，他是不喜欢你做的不好的事情啊，他是喜欢你的，但是他不喜欢的是你做的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如果说你爸爸妈妈知道一直问你说你爱不爱妈妈，爱不爱爸爸，你就说爱，你一直都是说爱的，但是爸爸妈妈叫你去做什么事情，你没有很想去，你只想要爱爸爸妈妈，然后从爸爸妈妈那边得到很多好处，爸妈会照顾你啊，给你好吃的，给你好玩的。可是爸爸妈妈要邀请你帮忙工作的时候，你不想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到最后你还是会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。然后呢？去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说快一点。快一点，因为等不及了。但是你觉得，你要是跟着爸爸妈妈去把事情做好了之后，他们会不会很开心？汉娜，你说话我们听不见，你没有开麦克风。会开心，会开心，对。汉娜，你是不是要说话？你要说话我们听不见，因为你没有开麦克风。
没有，我在跟我的妈妈说话。哦，好，对呀、好，然后呢，耶稣问了他3次：“你爱我吗？”然后耶稣总是跟他说：“你要喂养我的羊。”这时候彼得就忧愁，他明白过来了，是不是？耶稣希望他不要总是看着眼前啊，看着好像人生没有目标。耶稣如果不在他的身边，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爸妈不在你们身边，没有一直叫你们做功课，做什么家事，整理房间，你们会自己就跑去做吗？还是总是要妈妈来叫，还爸爸来叫？如果耶稣不在了，你看刚刚耶稣不在了。彼得就说：“那我们去捕鱼吧。”以前是跟着老师到处走，跟着耶稣到处走，到处传讲天国的福音。等耶稣不在了，他们那就回去捕鱼吧。那我想请问各位小朋友，如果你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会自己知道马上要先把功课写好，先把房间收拾好吗？还是直接爸爸妈妈一走，玩具就拿出来玩的满地，自己想玩的就拿出来？你觉得如果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，他会希望你功课已经做好了，还是希望你就是看到你就玩得很开心？你觉得是哪一种？妈妈走的时候，我先做完作业，不要玩，也不要看手机，也不要干什么，先做完。等一下你很快做完，妈妈还没回来，你可以看一点。对，是的啊，但是我们常常都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都做不到，所以耶稣就问了3次，就提醒他之后，他以后就比较能够做得到哈。然后之后，耶稣就跟彼得说啊，你年少的时候啊，你以后的人生是这样子的，你年少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啊随意往来，你想做什么你就会去做。但是等到你年老的时候，别人会把你束上带子啊，带你去不愿意的地方啊。就是说就像他以后未来的人生，彼得后来就是为主传福音啊。是谁在说话啊？我刚刚有点卡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不需要告诉我你卡了哈。但是耶稣最后就告诉他：“来，你跟从我吧。”跟从我吧，这件事情很重要啊！耶稣要他跟从他，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天下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你觉得你的生活中，你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跟你讲了不止3遍的吗？当然。那请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想一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。如果有一件事情讲的都不止3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自己要先想一想以后该怎么办？如果父母亲希望事不过3，对，爸爸妈妈希望你做的好的事情，如果你都能够把它做好，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我相信他们会给你更好的赏赐，你所想要的游戏、玩具什么的，他们会更好的满足你。相信上帝一样。对，要相信上帝，跟从耶稣。耶稣，你觉得耶稣想要给他的只是一顿早餐吗？虽然他们饿了1个晚上，工作那么辛苦，真的好饿哦。他们得到了早餐，好满足，好快乐，对不对？而且耶稣也让他们捕到鱼。耶稣说：“好，把网放下去。”他们撒网捕鱼，马上就丰收了。耶稣也让他们得到这么多的鱼啊，好满足啊！你看玩具。本来那个桥，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桥，本来不会盖啊，耶稣教他们咚咚咚咚咚，就把它盖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是谁把我们的桌面弄得这么脏？可以看看，你可以把它擦掉吗？谢谢。好，你看，耶稣教你做这一座桥，你就咚咚咚咚咚就做出来了，你真的好快乐哦。但是你觉得你的人生？你的快乐就只在这一座桥，还是这个玩具玩完了吗？还是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，可以让你很快乐？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个影片，教你们怎么做这一座桥啊。我看看。
抱着沙发，睡眼昏花，理乱头发，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。听得见吗？听不见，什么都听不见。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有点快，我再弄一遍。你们看仔细咯，看仔细这个桥怎么做哦。等一下，我把荧幕调整一下。好，好，现在看仔细咯。请不要在桌面上画画好吗？有没有很厉害？再看，我们再看一次哦。待会你们可能下课之后自己就会做，再看一次哦，仔细看哦。我们又没有这种棍子，用筷子就可以了。我认识这首歌。你看，一个人可以坐在上面，有没有很厉害？一个人可以坐在上面，这就是一座桥。我也做过，我在上面也有运动。有看懂了会做的举手。你们觉得有看懂了自己做得出来的举手？好像有哈。还有没有人 ？Lisa， 你刚刚有没有看懂这个桥怎么做？没有啊。秀成有没有看懂这个桥怎么做？有一点是不是？好，我再给你们看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啊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次，这样你们今天下课之后就可以拿家里的筷子，还是家里要是有木条，就可以拿来试试看怎么做啊。最后一次咯。好，有没有很厉害？好，我们挑战各位同学啊，待会我们下课之后赶快去拿家里的筷子，要先问妈妈可不可以哦，拿筷子来搭桥搭看。如果有人搭出来，赶快拍照上传到我们的那个 WeChat Group 大班的 WeChat Group 里面给大家看看你有多厉害，好不好？好哈，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好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啊！今天借着今天的圣经故事，叫我们看见彼得他怎么样回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叫他不要看重他自己的身体的需要，那些吃饭睡觉的事，也不是只看重眼前自己的欲望，自己想要怎么样的工作，想要得到的什么，而是能够看重主耶稣你的教导，看重你的呼召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把这一份对呼召回应的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中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回应耶稣的呼召。我们把今天的生活继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看顾保守带领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主日学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
Mama, you just didn't let them in, so they couldn't. Yes. 我要让他们进来啊。Yes.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啊。他刚刚你要按他们说的，你要说什么他们可以进去。那我不知道哎。走开啦，不要动了。你要让他们进来呀。